什么？胡麻子听到这话，顿时激动起来。你说什么？这意思，我族人的神魂还在？幽无极点了点头，应该是的。恶道殿修炼的功法比较特殊，能够炼化他人的神魂为己用。他收走胡氏一族的那么多神魂，怕是不能一下子炼化，有可能还会有部分神魂被关押。胡麻子的眼中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只要神魂还在，我的族人就还有复活的希望。陈平也松了口气，他拍了拍胡麻子的肩膀。胡大师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救出族人的神魂，让他们安息的。我也可以帮忙，我可以找机会问问我弟弟，打探一下胡氏一族的神魂下落。你们也知道，恶道殿到处都有分店，收集亡魂。神魂这一类的东西，如果没有人帮忙打探，你们是很难找到的。幽无极赶忙说道。他这样说完全是为了保命，只有自己有用处，小命才能保住。陈平瞥了眼如丧家之犬的幽无极，冷声道：暂且留你一条狗命，但若是敢耍花样，我保证让你神魂俱灭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幽无极连忙磕头如捣蒜：不敢，不敢。陈先生放心，我一定尽心尽力打探消息，绝不敢有半分虚假。他现在早就被南霸天吓破胆，此刻能保住性命已是万幸，哪还敢有其他心思？长长舒了口气，后背已是被冷汗浸透。胡麻子在一旁听得牙痒痒，族人的血海深仇涌上心头，看向一旁瑟瑟发抖的幽月魔女，眼中闪过一丝狠厉。他一步步走向幽月，后者吓得脸色惨白，缩着身子躲到幽无极身后。父亲，救我！幽月哭喊着，声音里满是恐惧。幽无极眼皮狂跳，却死死低着头，不敢看胡麻子一眼。他连自己的命都攥在别人手里，哪敢管女儿的死活，只能装作没听见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以此掩饰内心的屈辱。胡麻子一把将幽月从幽无极身后拽了出来，像拖死狗一样拖进旁边的偏殿。幽月的哭喊声很快就变成了压抑的啜泣，在之后就是愉悦的呻吟。偏殿外，幽无极身体微微颤抖，却始终没敢说一个字。陈平冷眼旁观，并未阻止。有些债总要有人偿还，不过他倒是挺佩服胡麻子，床上功夫了得。半个时辰后，胡麻子从偏殿走了出来，脸上带着满意的神色，幽月也在后面跟着。看向胡麻子的眼神并没有半分愤怒和憎恨，相反带着几分满足。这明显就是得劲了，尝到甜头了。陈平，我们走吧。胡麻子说道。陈平点了点头，看向幽无极，给你3天时间，我要知道胡氏一族神魂的具体下落。3天后我会再来找你。是。幽无极连忙应道。三人离开黑煞魔宫。南霸天沉声说道：九盘山这些势力大多与黑煞魔宫有所勾结，甚至当年胡氏一族被灭，不少势力都参与其中，不如趁此机会一并扫平了。陈平眼中寒光一闪，正有此意。既然要动手，就索性斩草除根，免得日后麻烦。胡麻子更是摩拳擦掌，早就该收拾他们了。三人当即开始收拾九盘山的那些势力，有南霸天在，一些小势力挥挥手就给灭了。不到1日时间，九盘山大大小小数十股势力便被扫平了大半，血流成河，哀嚎遍野。那些曾经依附黑煞魔宫作威作福的势力，此刻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，便被彻底覆灭。黑煞魔宫的大殿内，血腥气尚未散尽。幽无极看着地上横七竖八的尸体，又瞥了眼偏殿方向，眼中的恭顺早已被阴鸷取代。他缓缓站直身体，黑袍下的手指因用力而发白，方才对陈平卑躬屈膝的模样荡然无存。爹，幽月怯生生地走过来，裙摆上还沾着未干的污渍。他垂着头，不敢看幽无极的眼睛。幽无极猛地转头，
猩红的目光刺得幽月浑身一颤。他几步上前，一把攥住女儿的手腕，声音里满是压抑的怒火：屈辱！这是我黑煞魔宫百年不遇的奇耻大辱，为父无能，竟让你被那般阿杂老鬼。爹，您别这样。幽月反而平静下来，他抬起头，脸上竟带着一丝诡异的潮红。那胡麻子虽老，却比您那些徒子徒孙强多了。再说，他确实让我尝到了从未有过的滋味。你……幽无极气得浑身发抖，却被女儿眼中那抹放荡的光芒噎得说不出话。他甩开幽月的手，背过身去，望着大殿外翻滚的乌云，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陈平、胡麻子，此仇不共戴天。幽月整理着凌乱的衣襟，走到父亲身边，声音变得阴冷：爹，我们现在不是逞口舌之快的时候。陈平有那南霸天撑腰，4重天已经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了。我知道。幽无极深吸一口气，眼中闪过狠厉的光芒。陈平以为留我一命就能掌控一切，他太小看我幽无极了。既然他与恶道殿有仇，那我们就去投恶道殿。您是说去找二叔？幽月眼中一亮。不错。幽无极点了点头。你二叔幽无邪在恶道殿地位不低，虽然那陈平说他只剩下一缕神魂，不过恶道殿的实力，你二叔能够轻松重塑肉身。只要我们联合恶道殿的力量，定能让陈平那小子死无葬身之地。他走到墙角，伸手在一块松动的地砖下摸索片刻，掏出一个黑色的储物袋。这是我们黑煞魔宫历代积累的宝物，足够我们在5重天打通关节了。收拾东西，我们现在就走。幽月应了一声，转身去收拾细软。幽无极看着空荡荡的大殿，嘴角勾起一抹狞笑。陈平，你以为我会帮你打探胡氏一族的神魂？等着吧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会让你亲眼看着自己的神魂被恶道殿炼化。父女俩趁着夜色避开巡逻的修士，悄然离开了黑煞魔宫。临行前，幽无极特意抹去了所有痕迹，仿佛从未有人在此停留过。与此同时，陈平和南霸天、胡麻子正站在赤炼门的山门外。赤炼门依山而建，山门两侧雕刻着巨大的蛇形图腾，散发着阴森的气息。此刻，山门前的守卫已经察觉到了异动，纷纷拔出兵器，警惕地看着眼前的3人。来者何人？敢闯我赤炼门？为首的守卫厉声喝道。胡麻子上前一步，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。告诉你们家主子，胡爷爷来找他报仇了，让那赤炼仙子滚出来受死。守卫们脸色一变，他们自然认得胡麻子。这段时间，陈平和胡麻子的名字在九盘山可是如雷贯耳。原来是你这余孽！一个守卫冷笑道，就凭你们3个，也想挑战我们赤炼门？简直是自不量力！废话少说。陈平眼中闪过一丝厉色，不想死的就赶紧让开！狂妄，给我上！为首的守卫怒喝一声，率先冲了上来。南霸天大笑一声，主动迎了上去。他身形一晃，如同鬼魅般在守卫中穿梭，拳头如同流星般落下。砰砰砰，惨叫声此起彼伏。那些守卫根本不堪一击，纷纷被南霸天打死。不堪一击！南霸天不屑地撇了撇嘴，一脚踹开赤炼门的山门。陈先生，胡大师，我们进去。3人并肩走进赤炼门，沿途遇到的弟子纷纷上前阻拦，却都被陈平的斩龙剑斩杀。赤炼门的弟子虽然擅长用毒和操控蛇类，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这些手段根本不值一提。很快，3人就来到了赤炼门的大殿前。赤炼仙子正坐在大殿中央的宝座上，脸色阴沉地看着他们。他的身边站着数十名地仙境的高手，显然是有备而来。陈平、胡麻子，你们竟然敢闯我赤炼门！赤炼仙子冷冷地说道。看来上次在蛇盘山让你们跑了，
是我太大意了。赤练仙子，别废话了。胡麻子眼中闪烁着复仇的火焰。当年你参与灭我胡氏一族，今日我就要让你血债血偿。就凭你吗？赤练仙子嗤笑一声，别忘了，我现在可是地仙境4品，还有这么多手下啊，你们今天谁也别想活着离开，是吗？南霸天上前一步，身上的气息猛然爆发。那我倒要看看你这地仙境4品有多厉害。地仙境7品巅峰的气势如同泰山压顶般笼罩下来。赤练仙子和他身边的高手们顿时脸色大变，呼吸困难。地仙境7品，赤练仙子眼中充满了恐惧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陈平和胡麻子竟然找到了如此强大的帮手。动手！南霸天一声令下，率先冲了上去。他的速度极快，瞬间就来到一名地仙境3品的高手面前，一拳将其打飞出去。其他高手见状，纷纷上前围攻，但都被南霸天轻松击退。陈平则对上了赤练仙子。赤练仙子知道自己不是对手，想要逃跑，却被陈平的斩龙剑拦住了去路。哪里跑？陈平冷哼一声，斩龙剑带着金色的剑气朝着赤练仙子斩去。赤练仙子只能勉强抵挡，很快就落入了下风。他的身上不断出现伤口，鲜血染红了红色的长袍。胡麻子则在一旁收拾那些残余的弟子，他的符咒如同死神的镰刀，每一次挥舞都带走一条生命。他要让这些参与过灭族之战的人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战斗很快就结束了，南霸天以一己之力将赤练门的所有地仙境高手全部斩杀。赤练仙子被陈平打成重伤，瘫倒在地上，奄奄一息。胡麻子走到赤练仙子面前，脸上露出残忍的笑容。赤练仙子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？当年你对我胡氏一族赶尽杀绝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会有报应？赤练仙子艰难地抬起头，眼中充满了不甘和恐惧。胡麻子，你不能杀我，我可是5重天万毒谷的外门弟子，如果你杀了我，万毒谷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万毒谷？胡麻子嗤笑一声，等我报了仇，自然会去找他们算账。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。幽无极说过，对付胡氏一族的时候，也有5重天的万毒谷。没想到这赤练仙子竟然是万毒谷的弟子。他一把抓起赤练仙子，像拖死狗一样拖进了偏殿。接下来的几个时辰里，偏殿中不断传出赤练仙子的惨叫声和求饶声，声音越来越微弱，最后彻底消失了。当胡麻子从偏殿走出来时，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，身上沾满了鲜血。搞定了，胡麻子说道，这女魔头总算是为我族人偿命了。陈平点了点头，好了，赤练门已经被我们灭掉，接下来我们就等幽无极的消息了。3人离开了赤练门，找了一处僻静的山谷，然后进到镇魔塔中休整。这几天的战斗让他们消耗了不少灵力，需要好好恢复一下。胡麻子一想到大仇得报，就兴奋得睡不着觉，拉着南霸天喝起了酒。陈平则在一旁打坐，巩固自己的修为。他知道前往5重天之后，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，必须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。3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陈平和胡麻子、南霸天再次来到黑煞魔宫，然而当他们来到宫门前时，却发现这里异常安静，没有一个守卫。不对劲，陈平皱起眉头，怎么这么安静？胡麻子也感觉到了不对劲，他上前一脚踹开宫门，大喊道：幽无极，滚出来，你家胡爷爷来了。大殿内空荡荡的，没有一个人影，地上的血迹已经干涸，角落里布满了蜘蛛网，仿佛已经很久没有人居住过了。人呢？胡麻子疑惑地说道，难道跑了？陈平走进大殿，仔细观察着周围的环境，他发现大殿内的宝物和卷宗都不见了，
显然是被人刻意带走的。我们上当了。陈平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。幽无极根本就没有帮我们打探消息，他早就跑了。什么？胡麻子顿时怒不可遏，这个老东西竟然敢耍我们！我一定要把他找出来，扒了他的皮。他在大殿内嗷嗷骂街，气得浑身发抖。南霸天的脸色也变得阴沉起来。没想到这幽无极如此狡猾，竟然敢戏耍我们。陈平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别生气了，现在生气也没用。幽无极跑了，我们只能自己去五重天打探消息了。没错，胡麻子咬牙切齿地说道，我们现在就去五重天，找到恶道殿的分店，救出我族人的神魂。南霸天点了点头，也好，五重天比四重天更繁华，修炼资源也更丰富，正好可以提升一下实力。三人当即决定前往五重天。他们由南霸天撕裂虚空，朝着五重天飞去。穿过空间裂缝，三人来到了五重天。五重天的天地灵气比四重天浓郁了数倍，让他们顿时感觉神清气爽。这里的山脉更加雄伟，天空呈现出淡淡的紫色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灵气。陈平点了点头，我们先找个地方落脚，然后打探一下恶道殿分店的消息。就在陈平他们在五重天寻找落脚点的时候，神王宫深处一座雅致的宫殿内，四殿主正临窗而立。他身着素白长裙，青丝如瀑，面容清丽，眉宇间却带着一丝与年龄不符的沉稳。殿主，七殿主传来消息，陈平已离开三重天。这陈平实力深不可测，七殿主不是对手。而且陈平还跟着恶道殿起了冲突，杀了恶道殿的人，一名侍女轻声禀报。四殿主转过身，手中把玩着一枚玉佩，眼中闪过一丝讶异，散仙境五品，却能击败七殿主，这陈平倒是个有趣的变数。侍女躬身道，七殿主还说，他已按殿主吩咐，未与陈平彻底撕破脸，只是试探了一番。做得好。四殿主点头，神殿积弊已久，保守派那群老顽固只知固守成规，若能得此等人才相助，革新之路或许能顺畅些。他沉吟片刻，对侍女道，云秀，你亲自去一趟四重天，若是恶道殿为难，那陈平你也适当的帮助一下，但不要太过得罪恶道殿。我们神殿乃至整个神族树敌太多，不宜再招惹恶道殿那种势力了。以后我们也要学着低调，没有绝对实力的时候，总是一副高人一等的姿态，很容易挨打的。是，殿主。名为云秀的侍女应声。四殿主叮嘱道，找到陈平，告诉他既往不咎，神殿愿与他化干戈为玉帛，若他有需要，四殿可鼎力相助。云秀眼神微动，殿主，三殿主那边不必理会。四殿主语气转冷，他要作死，我不拦着，但别想拖整个神殿下水。与此同时，三殿主的宫殿内却是另一番景象。三殿主身穿金袍，面容阴鸷，听完手下的汇报后，猛地一拍桌子，怒吼道，废物，连个伞仙境五品都拿不下，我看他那七殿主也别当了。下方的传令修士瑟瑟发抖，小声道，殿主，那七殿主是四殿主的人，四殿主只是让他试探，估计这家伙并未真的卖力。如今那陈平已经离开三重天，我们怎么办？三殿主深吸一口气，眼中闪过狠厉。陈平不过是个跳梁小丑，也敢挑衅神殿威严？传我命令，让六重天的六殿主立刻带人寻找那陈平，不惜一切代价斩了陈平。若让那陈平活着离开六重天，那六殿主的位置也敢让贤了。是，传令修士点了点头，连忙退下。三殿主看着空荡荡的大殿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四殿主，你想拉拢暗陈平，真是天真，此等变数唯有除之而后快。我们神殿乃是神族中的精锐，
本就高那些人族修士一等，你却偏偏自降身价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三殿主和四殿主针锋相对，两个人各自代表着神殿的不同力量。不过四殿主有神王令在手，所以三殿主也不敢把他怎么样。五重天，一处名为剑圣城的巨大城池外，三道身影正缓缓靠近，正是陈平、胡麻子和南霸天。这剑圣城可真是气派。胡麻子看着眼前高达100丈的城墙，城墙上镌刻着无数剑形符文，剑气纵横，忍不住赞叹道。南霸天点头道，剑圣城是五重天有名的剑修圣地，这里的修士无一不精于剑道，城内更是高手如云，连地仙境7品的剑修都不在少数。陈平目光扫过城墙，感受着那股冲天的剑势，眼中闪过一丝感兴趣的神色。哦，全是剑修，有点意思。他本身也擅长用剑，斩龙剑更是神兵利器，对于这样一座剑修之城，自然心生好奇。我们进去看看，陈平提议道。南霸天望着剑圣城高耸的城墙，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，摇了摇头，我就不进去了，在城外等你们吧。陈平脚步一顿，转头看向他，为何这剑圣城难道有什么不妥？南霸天眼神闪烁了一下，避开了陈平的目光，含糊道，没什么，就是不太习惯城里的规矩，你们进去打探消息即可，我在城外接应更稳妥。他周身的气息似乎有些紧绷，显然不是不习惯规矩这么简单。陈平见他不愿多说，也没有追问。相处这么久，他知道南霸天看似粗犷，实则心思缜密，既然选择留在城外，必然有他的道理。或许是过去在剑圣城有过什么纠葛，又或是这城里有他不愿见的人。也好，陈平点了点头，我们尽快出来，你在城外小心。放心。南霸天咧嘴一笑，露出雪白的牙齿。就算是地仙境8品来了，我打不过他，我还不会跑吗？陈平不再多言，带着胡麻子朝着城门走去。刚到城门口，胡麻子就被城楼上的景象吸引了。只见城门两侧的箭楼上各站着一道身影，左侧是个青衫剑客，面容冷峻，背负长剑，双目微闭，仿佛入定一般。右侧是个白衣女子，身姿窈窕，手中长剑斜指地面，眼神空灵，宛如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。两人遥遥相对，一动不动，仿佛两座雕塑。这俩人干嘛呢？站这儿罚站？胡麻子挠了挠头，小声嘀咕，姿势倒是挺标准，就是一动不动的，不累吗？陈平却眯起了眼睛，目光在两人身上流转。他能感觉到一股无形的锋芒在两人之间交织碰撞。青山剑客周身萦绕着霸道凌厉的剑意，如同出鞘的利剑，欲斩断世间一切。白衣女子的剑意则温润如水，却柔韧无比，看似柔和，却能化解一切攻势。他们在比剑。陈平缓缓道。比剑？胡麻子更懵了，没见他们动手啊。这是剑意的比拼。陈平解释道，比的是对剑道的理解，对力量的掌控，比真刀真枪的打斗更凶险。一旦一方剑意被破，轻则道心受损，重则修为尽废。胡麻子这才恍然大悟，啧舌道，乖乖，不动手也能比剑，这剑圣城的人果然不一样。陈平不再关注两人，正准备带着胡麻子进城，一阵刺耳的兽吼突然传来，让开，都给我滚开！只见一名身穿锦衣的年轻男子，骑着一头形似狮子却长着3只眼睛的猛兽，朝着城门狂奔而来。那猛兽体型庞大，四蹄踏地，溅起阵阵烟尘，速度极快，路上的行人纷纷尖叫着躲闪，生怕被撞到。眼看猛兽就要冲到陈平面前，胡麻子下意识的想拉着陈平躲开，却被陈平按住了手。陈平站在原地，面色平静，既不躲闪，也不后退，
就那么静静地看着疾驰而来的猛兽和锦衣男子。找死！锦衣男子见陈平竟敢挡路，眼中闪过一丝戾气，非但没有减速，反而拍了拍猛兽的脑袋，撞他。猛兽似乎听懂了命令，张开血盆大口，露出锋利的獠牙，朝着陈平猛冲过去。